你们谁能想到，一个纵横江湖数十载、曾飞檐走壁、偷梁换柱的顶级大盗，这次竟然失手，被困在了一个小小的房子里，整整8天时间，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源，渴了他就吃冰块，饿了就吃狗粮。面对满屋子价值不菲的艺术品，他却一件也带不走。这到底是一场意外，还是有人故意设局？就在几天前，鼎鼎大名的神头铁柱突然接到紧急任务，一位知名的画家去国外出差，在房间里留下了4幅艺术名画。根据团队打探的消息，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座位于纽约市中心的豪华公寓内。一名技术高超的黑客队友快速帮他侵入了公寓的安保系统。按照提前计划部署，铁柱来到客厅，顺利的找到了2幅席勒的名画。作为一名职业大盗，他非常注重时间观念。这次的任务只有7分钟，可就在寻找另外2幅画时，却出现了意外。原本应该挂在墙上价值300万的自画像，竟然被换了。哥们儿，怎么事儿啊？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，房间里的画为什么会不翼而飞？队友此时也懵了，时间只剩下了4分钟，铁柱现在必须要赶紧撤退。他来到房间门口，等待队友再次侵入安保系统，然后从大门撤离。铁柱根据指示按下激活码，没想到竟然意外的触发了警报，大门和窗户瞬间被锁死。铁柱虽然经验老道，但此时警报在屋里嗷嗷叫唤，他也有点慌了。怎么事呢？这是现在必须要先把警报解除，要不一会儿让人发现就完犊子了。他上去哭哧一脚踹掉了警报灯，然后又切断电源。可等他再次回到正门，队友却告诉他自己也无能为力，剩下的事就得靠他自个儿了。铁柱现在已经明白，他俨然已经成为了团队中的一颗弃子。由于中控系统损坏，厨房口开始喷出大量热气，房间里的温度也在逐渐升高。铁柱拿出匕首对着木门一顿猛怼，随着地上的木屑越来越多，房间的大门被他戳出了一个洞。就在铁柱认为自己要成功的时候，他发现这真是给聋子讲故事，白忙活一场。原来在木门的中间夹着一层厚厚的钢板，想要把门挖穿肯定是行不通了。铁柱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破灭，他此时已经感受到了房间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如果再不及时补充水分，随时都有可能虚脱。铁柱来到厨房寻找水源，结果发现不但水龙头没有水，连燃气灶也打不开，冰箱里只有一些过期的食物和调料。看这个样子，房间的主人应该离开很久了。但拿起冰箱里喝剩的半瓶水，大口的喝了下去，然后拿起对讲机想再次呼叫队友，但对面此时早已经没有了回应。铁柱明白，他现在只能靠自己了，想要活下去还是得先填饱肚子。他在冰箱里拿出饼干，然后刮去上面发霉的物质，再抹上点鱼子酱，哎嗨，吃的还挺好。他一边吃着饼干，一边看着信号损坏的电视。铁柱发现这台电视竟然连着公寓的监控，每个楼道口和通道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躺在床上决定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说。到了第2天，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把铁柱叫醒，他兴奋坏了，快速的跑向阳台。哎呀，没准是来人接我了。结果到了阳台一看，只是一架路过的直升机。此时房间的温度还在逐渐升高，已经达到了33度。出风口喷出的热气让铁柱口干舌燥，对讲机已经联系不上队友，房间里的电话也打不通。铁柱开始尝试寻找其他出路。虽然房间的门和玻璃都被封死，而且十分坚硬，但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，如此豪华的公寓不可能没有逃生通道。他此时把目光瞄向了屋顶，铁柱灵机一动，上面如果是一个通风管道，如果把玻璃撬开，没准就能离开这里。铁柱把所有能用的家具全都捆在了一起，做成了一个简易的爬梯，然后爬了上去。但此时高度还是不够，他离屋顶的出口还有一段距离。由于长时间的体力消耗，再加上不断升高的气温，铁柱的体力开始有些不支。没办法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继续吃着冰箱里发霉的食物，渴了就吃点碎冰。但这些补给根本不足以支撑铁柱的身体消耗。他继续在房间里寻找其他有用的物品。在泳池的旁边，铁柱发现了一片生态绿植，可浇灌的水管里面并没有水。紧接着他又来到了鱼缸面前，把手伸了进去，尝了一口里面的水，太咸了，根本没法喝。铁柱此时已经明显出现了脱水迹象，如果再找不到水源，将会很难支撑。就在这时，他在一个书架的后面发现了一道暗门，撬开后是一个小型储藏室，但里面只有少量的物品，还有一些狗粮。就在铁柱想要继续查看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水声，他急忙跑了出去，原来是生态绿植的水管到了定时浇灌的时间。铁柱大口喝着里面的水，那叫一个满足。躺在地上休息了片刻，他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起来后继续寻找
逃生工具。铁柱把房间里所有能用的物品全部堆到了客厅，然后又再次加固。爬上去后，铁柱终于够到了屋顶，可他发现通风管道的出口用了水泥浇灌，根本打不开，必须要借助工具才行。房间的温度此时已经升到了41度，铁柱浑身燥热，只能把衣服全部脱掉。就在这时，他在监控中发现公寓的保洁竟然出现在了门口，来不及多想，铁柱快速跑向门口，他想用声音吸引保洁的注意，可哪成想这所公寓的墙壁十分厚重，尽管他在里面疯狂的敲打墙壁，在外面却听不到一点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房间的中控系统再次发生故障，室内的温度开始反复横跳，刚刚喷出的还是热风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冷风。刚开始铁柱还感觉十分凉爽，但很快就受不了了。突如其来的温度骤变让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，他现在要做的还是尽快离开这里。铁柱拿起一个花瓶摔到地上，然后用玻璃碎片做了一副防尘眼镜，找来了锤子，他再次爬上屋顶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敲打，上面的水泥很快就被他抠了下来。就在铁柱以为自己就要逃出升天之时，他傻眼了。虽然浇灌的水泥被抠掉了，但上面还有很多螺母镶在里面。此时此刻，铁柱的心态即将崩溃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放弃。他开始在房间里寻找可以拆卸螺丝的工具。来到卧室，铁柱在衣柜的后面发现了一道绿光，这是一条极窄的通道。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可没想到在密室的尽头竟然放着一具尸体。铁柱用手捏了捏，是一个人体模型，而模型的上面放着一本古老的书籍，里面写着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故事。铁柱查看过后，发现这里并没有逃生通道，于是他转身又回到客厅，开始琢磨拆掉螺母的办法。铁柱找来了一把椅子，然后拆下木板，用匕首在上面挖出了一个洞。虽然木板碎了，但铁柱发现上面的螺母已经产生了轻微的转动。工具坏了不要紧，只要有效果就行。铁柱此时已经看到了希望，他又找来了大量木板，做成同样的工具，开始不停的尝试。经过了几天的努力，铁柱终于拆下了第一颗螺母，他高兴坏了，看来这个办法应该是可行的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他饿了就吃点狗粮，渴了就去喝浇灌的水。看着一颗颗螺母被拆下，铁柱以为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即使所有的螺母全部拆下，他还是无法打开通道。铁柱的心态彻底崩了，他抬头看向天花板，突然灵光一闪，上面是一个烟雾报警器。铁柱拿来一本书，撕成纸条放到碗里，然后再用放大镜点燃里面的纸条。他拿着火把放到报警器下面，就在一瞬间，整个房间开始喷水。铁柱本以为触发了报警系统就会有人打开门，可没想到这个房间的封闭性做的实在太好了，哪怕屋里已经水漫金山，外面还是滴水不漏，所以根本没人发现房间里的异常。没过多久，房间里的积水全部进入了排水系统，但铁柱此时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。看着那本古老的书籍，他好像是懂了，又好像是没懂。对于房子的主人来说，这里是家，可对于他来说，这里却是一个牢笼。或许当他走进房子的那一刻，就注定再也出不去了。